它像一辆会飞的汽车，能带我们告别拥堵，御风而行。在今天，靠电力驱动、垂直起降的航空飞行器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从空中观光、快速通勤到物流运输、应急救援，续航更长、发电效率更高的新型航空动力系统，让低空经济乘势起飞。他们是中小型航空发动机的国家队，从我国第一型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涡轴发动机玉龙，到第一型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为我国飞机装上更强劲中国心。在低空经济的背景下，各种电动飞机层出不穷。这就是一型典型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它最大的特点呢是有8个升力螺旋桨和2个推力螺旋桨。这么复杂的系统呢，采用传统的航空发动机的机械传动是根本无法实现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到，在传统航空发动机的基础上呢，我们增加一个发电机，同时呢，加入一块动力电池。我们通过电缆呢来驱动这8个升力螺旋桨和2个推力螺旋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实现原地起飞和水平平飞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它的工作原理呢，其实和增程式混动汽车的工作原理是一样。它兼顾了传统航空发动机高功率密度和电机高效率的优势，可以说是澎湃热力融合新兴电力，为飞机铸就混动之心。我是金海良，今天我来开讲了。现在我们处的位置就是涡轮发电系统的试验间，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最核心的部分——涡轮发电系统。它主要是由我们 AES-100涡轮发动机呢来驱动，然后它产生的这个直流电呢，然后经过2个发电机的控制器，然后产生1兆瓦的直流电。那么这是一型呢兆瓦级的涡轮发电系统。不要看我们这个兆瓦级涡轮发电系统个头小啊，实际上它的能量可大着呢。那么和它相同功率的1兆瓦的内燃机的发电系统呢，差不多有这个半个房间这么大。那么它的发出的功率呢，可以同时驱动6辆新能源车行驶。它1小时发出的电呢，足有1000度。那么这些能量呢，可以足够16辆新能源车把电充满。那么这些能量如果驱动1辆新能源车行驶呢，可以连续行驶6000公里不用充电。那么相当于从漠河一直行驶到三亚。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就做这台兆瓦级涡轮发电系统的地面性能。准备的怎么样？震动的话是监测了有7个点，然后发动机上是3个点。你们应该上台上了有2天了吧？对，周2开始上，周2下午。上台3、4天了。对，对。机械部分没什么。再看看，一会儿会不会还那样？概率。这个绑紧了吧？这块电磁干扰的问题还是要尽快把它完全彻底解决一下，不然的话对咱们这个实验还是造成一定的影响啊。尽快排查一下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要做的实验呢，是这个兆瓦级涡轮发电系统的地面性能实验，也就是验证这个发电系统呢1个小时能发出多少电，它发出的电压、电流是否满足相关的一些品质的要求。那么为后续呢，我们这个涡轮发电系统的飞行验证呢，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为了这个实验呢，我们已经准备了2、3天了。那么今天我们基本上是已经具备实验条件了。测验前各专业检查，听到请回复。机械系统准备完毕。编辑系统准备完毕。测试准备完毕。触控准备完毕。发电准备完毕。好，金总，试验前准备已完毕。是否开展试验，请您指示。开始实验。收到。管铃，准备启动。启动，地面空慢各10秒啊。5000转了啊，准备降压。7000、8000，好，920了，降压成功。稳定之后稳10秒钟，飞拨空慢。90千瓦了。注意看参数啊。好，空慢转速
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实验。他们在监控发动机的一些参数，像震动啊，还有温度和压力，滑油的温度压力，对于我们发动机的安全工作呢也非常的重要。计时10秒，开始缓慢上推，上推。150。好，200千瓦，继续推，注意放进红灯啊。300，好，关了。我们越过了。看一点转速波动推啊。400，我推就行了，不用我推。哦，掉下。啊，果然是电磁兼容，还是不行啊？它是跟同时掉噻。之前是没有是吧？之前掉过噻，但是都是单个的掉的。这是看是不是线路哪个地方？失败了。现在对于我们这么高的电压的这个涡轮发电系统来说呀，整个的这个电磁兼容问题其实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900伏的电压呢，和我们整个实验台的系统有28伏的，还有5伏的，它们之间还是有比较强的干扰，所以导致这次我们的这个负载呢突然降低。没关系，这个确实。后续我们以前遇到的这个困难比这个大得多，这个只是实验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小的一些坎坷吧。这段能播吗？别播了。怦然心动。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场是大型垂直起降飞行器的制造现场，大家请看，这就是这个垂直起降飞行器的机翼。刚才我们看到的镜头呢，是这个机翼上下进行合模，这个场景呢看起来还是非常的震撼。它整个的翼展呢，一共有18米长，这4个呢是动力臂。大家通过这个动力臂的尺寸，可以想象一下，整个飞机组装完以后会有多大。在这4个动力臂上呢，将装上我们8个电动螺旋桨和2个推力螺旋桨。那么它都是由我们的兆瓦级的这个混合动力系统来供能。别看它块头这么大，那么只要配装上了我们的这个兆瓦级混合动力系统，完全可以实现这么大的飞行器旱地拔葱，并且能够实现它的航程飞行超过1000公里。要做一个大的这个发动机呢，我们通常会从一个小的发动机开始尝试。其实早在2020年，我们团队就开展了混合电推进系统的探索。当时我们是选择了一款双座的600公斤级的轻型运动飞机，它配装的呢是一款活塞发动机。我们呢就选了一款80千瓦级的涡轮发动机呢，然后在它的基础上呢进行了这个换发。大家请看，这个动力舱里边呢就是我们这款80千瓦的混合电推进系统。别看它个头虽小，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为这个活塞发动机装上混合电推进系统，可不仅仅是换一个发动机这么简单。我们在研制过程当中，还是遇到了非常多的技术难题。比如说，如何把这个混合电推进系统塞到这么小的机舱里边，如何解决它的散热问题。另外，由于它的电压很高，那么会产生很强的电磁干扰。我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在2022年的元旦假期，我们团队呢，在冒着风雪做混合电推进系统首飞前的实验。当时虽然每个人都被冻得瑟瑟发抖，但所有人都紧盯屏幕，坚守岗位。最终呢，我们团队仅用2年的时间，在2022年的3月份呢，顺利地实现了这个80千瓦混合电推进系统的这个首飞。这也是我们国家首个涡轮机的混合电推进系统的有人机首飞。这只是我们迈出的一小步。那么更大功率的这个兆瓦级的混合电推进系统呢，目前正在开展地面实验。那么我非常期待呢，在不久的将来，它能够配装更大吨位的混合电推进系统飞上蓝天。那么这将是我们迈出的更大的一步。
这里是我们单位的功勋林，这里的每一块石板都记录着我所航空发动机的重大进展。非常荣幸，我们团队研发的80千瓦混合电推进系统的首飞呢，也被刻录在了这里。在航空发动机这个行业，研制一款型号动辄需要几十年，并不是每一个参与者都有幸能够看到自己参与的航空发动机飞上蓝天的那一刻。在这里，我只是众多航发人中的普通一员。这16个字是我们所的宝贵精神财富。这背后的故事是以尹泽颖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航空人，在当年条件十分艰苦的年代，用计算尺和画图板，经过整整26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搞出了我们国家第一型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玉龙发动机，为我们国家的专用武装直升机配装上了独立自主的中国心。尹院士常说，不要把地面上的问题带到天上，不要让飞机等发动机。他的这些话经常鞭策着我们。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我感到非常幸运，觉得更加有责任和义务把航空发动机搞得更好。低空经济已然来临，这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时代。我们要加快开展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的研制，为我们国家的电动飞机提供更加强劲、高效、绿色、可靠、经济的混合动力解决方案。也许在并不遥远的2030，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 eVTOL， 或者像打车一样，打飞的穿梭在楼宇之间。蓝天的梦想并不遥远，这一切终将成为现实。我们正走在梦想照入现实的台阶上，一步一步踏实前行。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看完了开讲，我们接下来要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了。掌声有请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副所长金海亮，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撒老师好，欢迎您。我本来以为今天您会穿着那个开讲的时候那个工作的制服来。对于您来讲，开讲会不会就是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科研工作之外一次很特别的体验？我觉得真的是，其实来到这个好玩吗？您觉得？我觉得怎么说呢，压力很大，因为我看这个开讲来上来的都是非常大的这个咖位。您为什么会觉得您和您的同事们咖位？你知道，在我们心中，我得到的信息是，您所在的这个研究所，可以说是中国中小这个航空器发动机的国家队。这个您真说对了，就是中国的中小航空器发动机就看咱们所。是的，借这个机会呢，我赶紧凡尔赛一下。好的。我们所的全称呢叫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是1968年成立的，所以还是一个很有底蕴的一个研究所。就在93阅兵，那么空中梯队呢飞过天安门广场，80%的飞机呢都是配装了我们所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所是被称为中小型航空发动机的国家队，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所以现在这个咖位大家知道了，就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分量。我知道一个故事是，您是当时咱们所招的第一位北航的博士生。对，就当时您从北航博士毕业之后，其实您是有其他选择的。确实是有的。当时我在北航，就是博士顺利答辩完了之后呢，我的导师啊，认为我科研做的还不错，他就说要不你就直接入这个博士后流动站吧，然后到时候就留在北航任教吧。当然现在不太可能了，现在要到进北航那是难度非常大，但当年的话还可以。听出来有点后悔，是没有后悔，没有后悔。因为我是天津人嘛，然后我爱人实际上工作的比较早，他是本科毕业以后呢，就直接工作了，就在天津呢，找了一份小学老师吧，所以他呢是非常希望我回天津，我也可以到那边去当一个大学的老师吧，所以确实还有比较多的选择。那为嘛没回去呢？
因为我本科就是学的航空发动机的专业，这些年对这个航空发动机还是情有独钟。未来假如说我就是在书本上啊，这个研究一些理论的一些这个发动机，其实我还是很不甘心，内心还是真的想到航空发动机的一线去，真正的去研发我们的产品。当时呢，就是我刚才介绍当中的这个玉龙发动机，是我们国家第一型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么一型先进的发动机。咱们的前辈对，经过26年是的艰苦卓绝的奋斗，这也看出这发动机其实确实难度还挺大的。其实就是在2010年的9月份，然后这个通过了这个设计进行检查，刚好设计进行是在您审查，那个就是找工作的时候。它就可以作为装备，作为武器装备入役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锁真的是太牛了，太厉害了，太牛了。那我要到那边去。玉龙发动机往那一放，然后关键是产品背后凝聚着的做事儿的精神打动了你。是的。所以后来我也就说服我的爱人吧，因为他已经工作5年了嘛。我说要不我们到那边去，然后应该说我爱人还是非常的支持我吧。好多人不理解这个，说你可能要后悔。到了那儿还得，关键那生活习惯各方面，到了那儿也得是。那湖南吃，首先饮食，你看从天津，是吧？那煎饼到了湖南，那都得刷7层辣椒。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适应了，包括我们家女儿，现在都是正宗的湖南妞了。包括此刻，就在我的右前方。大家可以看到舞台上摆放着的，这个今天应该是您带来的模型。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短片当中，当年飞上了这个蓝天的80千瓦级的混合电推进系统，相当于是用油发电，用电驱动。其实跟现在很多这个混动的车是一样，原理是原理。是的。对于您来讲，就最难的，就把这个东西弄出来最难的是什么？整个这套系统其实它的原理并不难，其实整个系统和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系统来比呢，它系统的一个架构反而还简单一点。但最难的是呢，如何把它在这么小的体积下发出这么大的功率？就上天呢，一定要这个发动机要轻，越轻越好。对，那么在这么小的条件下呢，那么它的散热的这个问题就为它这个很难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发出相同的这个电力的时候，像我们短片当中讲，如果不限制它的体积，你搞，比如说兆瓦级的搞半间房子那么难，那没有什么难度。那么你如何把它做小，还要把它效率做高，带上天去啊？对，能到飞上天。那这是因为它的原理还是普通发电机，就是电磁切割嘛。是的，原理是一样的，得有线圈啊，得转动啊，然后产生电流。所以它在原理不变的前提下，材料可能有一些新材料在，是的，不能用我们小时候那种铜丝儿去绕着，那个的体积和重量，你就很难控制。是的，并且它还要能达到高功率的输出。对，没错。我们看到的那个就是您在现场给我们展示那个18米长的翼展的那个，这个的缩比小模型。如果所有的这些旋翼工作的时候，它是可以垂直起。对，就把它给旱地拔葱拔起来。然后等到了一定高度，它还可以通过这个方向的推力。是的，是的，是的。像固定翼飞机一样那么飞。对。在您开讲的过程中，我们现场的观众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看到片子里您和团队一次真实实验场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个场景过于真实，那不然怎么还演一下？您好像面对的并不是您当初设想的结果，您怎么看待这次异常？其实刚才已经说到，您怎么看待？就不要播出，不要播出。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细节是，那天其实啊，金老师把香槟都准备好了。本来说那个实验基本上感觉是不，应该是有谱了，应该是有谱了啊。但是科学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当时看到的是常态。能这么理解吗？我觉得是这样的。航发动机的研发历程当中，确实还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问题，尤其是对这种混电动力，是一种新型动力，以前呢也没有相关的一些经验。就是电磁干扰，其实我在之前做的时候也遇到过相关的问题，其实采用了比较多的这个方法，其实我们都做了很充分的这个准备，但是最终
还是人算不如天算？因为系统太复杂。系统太复杂了。对，这个就怎么说呢？就电磁兼容，这个是个比较专业的概念，但你就这么简单说吧，就你坐飞机为什么要把手机关上？啊。这么理解就对了，是吧？它是的，相互的这个电磁信号很多东西相互干扰，它这个系统它就会出问题，就会不稳定。所以坐飞机是你得关一个，把手机关了，飞行模式关了，就是怕这种电磁干扰。所以那天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是因为对，就是这个电磁干扰。虽然当时啊我们自嘲这次是失败了，但实际上这应该只是在日常实验过程当中的一个常态。所以后续我们应该说是用了大概1、2周的时间吧，就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成功的把这个实验给做成功了，应该是有图有真相。大家看现在这个发电的功率到986、970、990啊，到1000了，发电的总的功率，哇，这么一个系统呢，可以实现1个小时发1000度电。所以这次实验的成功呢，也是我们国家第1型实现地面性能达标的兆瓦级的这个混电动力。所以我也是觉得没有真正的失败，只有未解决的问题。对于航空产品来说呢，是来不得一点儿的这样的侥幸。其实，在地面实验过程当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呢，恰恰是为将来飞行的时候将这个故障的隐患进行排除。所以在地面的时候呢，多暴露问题，早发现问题，早解决问题，反而是个好事儿。所以那天反而被我们记录到了一个科研的常态，让大家知道，科学研究不是1蹴2就的事，也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科研工作者每天经历的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接下来我把时间留给我们现场有几位青年观众，他们带了一些各自感兴趣的问题想跟您交流。好的，来，咱们首先有请这位。邵老师、金老师，你们好。我是一名无人机这个行业的工作者。您是无人机的哪一个环节？主要是测试、飞行，还有就是做一些解决方案。应用这块儿。是的，现在城市的高楼大厦现在建得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是设想到，之前的一些高层的云梯消防车，他们因为机械结构的限制，对，导致没有办法做到更高，对，的一个应用场景去灭火。然后我们的研发团队就进行了一个创新嘛，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的那个会飞的消防车，通过无人机和消防车相连接，一飞冲天。然后它是相当于连着一根这个气流管缆线，你看跟邵老师在春节一样，一飞冲天的一种形式啊。他们还负责救老鼠干啊。它能现在到多少米？现在我们这个视频是上次一次实战演练，飞行高度的话到了151米，是30多层楼。然后云梯消防车现在最高的话就是到109米，它就没有办法往上面继续延伸了。我们通过无人机带着气流管缆，然后可以持续的供电、供水，然后最高到200米的高度嘛，然后去进行一个喷射救援，长时间的去进行外面的一个喷射。提升了将近1倍。对，水压到那么高的高度，对，你是，水的话，它也不是打那种纯水，纯水的话，我们只能到100米的高度，我们可以用那种压缩空气泡沫混合式的，然后这种形式去进行一个200米的供压，然后喷射，流量的话大概是3000升每分钟，所以这就是文科生的思维，谁说灭火一定只能用水？就现在新型材料是吧，包括灭火的这种方案，然后我们还在继续的去创新，去突破这个高度，然后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金老师，今天也就是看到您的一个发动机的创新，就是想请问您，这个兆瓦级的混合发动机，在后续的实战应用场景的话，您是想在什么场景上应用？对于我们团队研发的这个兆瓦级的混电动力呢，其实我们团队呢最想把它首先呢还是在医疗急救这么一个场景上进行率先的落地。这也是我们团队在开始研制这么一款混电动力时候的一个初衷。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医疗急救其实就是抢一个黄金的这么一个窗口期。但是在现在地面的这个救援设备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常规的救护车，可能会遇到，比如说地面的堵车，或者说这个非常复杂的路况被水给淹没了，或者说
滑坡泥石流啊，那么很有可能就因为几公里这个没有到达患者身边，就耽误了最佳的这么一个救治的时间。所以呢，大家来看这个模型啊，也是为了专门适用于医疗急救的这么一款飞行器。那么它呢，就是配装了我们的那个兆瓦级的混电动力，在它的这个舱当中啊，当然这么小，我帮您拿着啊，当然咱们这么小的模型当中，它可能这个细节没有展示出来，是专门设置了2个独立的急救舱。因为我们那个兆瓦级的混电动力呢，可以提供非常强劲的连续的电力。对，所以在这个急救舱里边，像一些除颤仪啊，还有一些呼吸机啊，还有一些心电监视的这些仪呢，在这么强的电力的供给下呢，一边飞着，它就一边可以做很多医疗的急救的处理。没错，这个人家自己发电。没错，对，而且它还有自身的支持点。首先它是空中医院，对，垂直起降，它垂直起降不需要这个跑道，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在比如说小区的这个楼顶啊，或者说是一个城市的广场啊，就直接起飞了。我可以直接飞到患者身边，然后呢，我还可以呢，就是把患者，比如说从周边的这个地市级的这些地方，就转移到省会的这个3甲医院，因为它的这个航程呢，就是很容易超过1000公里，而且不仅仅是市内的这些急救，我还可以跨市，甚至跨省。对，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已经配型成功的这些器官呢，可以用很快的这个速度就转移到需要的一个城市，很快的给这个患者配型。如果他有一些是专用的设备啊什么的，医疗人员都在上面，可能就地他就能解决很多危重的病人的一些急救。没错，一个医院突然降落在你们家院子里，这种感觉。而且它这个因为能力非常强嘛，就是说动力非常的强劲，不仅仅是刚才说咱们在城市里边用，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偏远的山区、偏远的海岛，那么因为它自带的电力呢，也可以及时的到达。比如说，你们现在最大胆的一种设想，能把人救下来吗？对，我们就是在设想，看能不能通过我们的无人机飞到高层之后啊，以一种如果功率足够的话，对，功率足够的载荷现在已经在往上面提了，足够的情况下，我们通过伸缩式的伸缩杆，对啊，搭建一个临时平台，临时救援平台，把人给运下来。但是无人机，想实现到这一步，还有很多很长的路要去走，比方说适航啊、安全可靠性的验证啊。对，我觉得我们的愿景都是一样的。对，像您的这个发电机，这个效率就1小时能发1000度电。我觉得在有一些偏远山区、一些应急的状态下，都不一定飞行器，就光这个发电机的技术，可能就能给他们作为备用备份。你比如说边防，它有的现在靠太阳能、风能，但万一那天突然天降大雪，突然就比如说你条件你达不到这种，它的这种电能储备，这种应急的发电机可能用很少的能源的消耗，带来这种电力的这种补给。桑老师，我觉得您真的成为我们低空经济的这个推广的这个专家了。您的这些设想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些产品的应用的场景当中，可以为那些偏远海岛的提供这个充足的这个电能。所以您说的就是我们已经考虑的其中的一种应用的一些场景，和您想的真的是完全一样。赛老师好，金老师好，听了刚才金老师的介绍，我真的很激动。我可能是现场观众当中最希望飞行汽车能够应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因为我是一名麻醉医生。前段时间呢，我一直在120的急救车上工作。就跟刚才金老师说的一样，时间就是生命。在我们急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堵车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我们就真的恨不得救护车能够原地起飞。然后有一次，我就接到过一个老年的患者，他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呢，老先生就已经是处在一个血压和心率都极度不稳定的状态。这个时候，每一秒我们都是在跟死神赛跑。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遇上了一个晚高峰。好在呢，当时我们遇到的一些过往的车辆，他们都知道如何的避让我们。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我们堵在了路上，那个后果可能就会不堪设想。
所以我就特别期待金老师的研究成果能够早日应用到我们的急救工作当中。在这里呢，我也想跟金老师提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飞行汽车能够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还有多远的路要走？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问过，就是我们的飞行汽车，我们这个 eVTOL 离我们日常的生活到底还有多远？其实目前呢，在我们常用的运营的场景当中呢，更多的还是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文旅观光，比如说在一些景区啊，然后我们坐上去，它是点到点的绕一圈，让大家体验一下啊。对，但确实呢，这个低空经济的发展呢，还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因为它的这个发展呢，还需要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一些适航审定，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这个配套。但是我在这里可以跟你说呢，就是这个 eVTOL 呢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一天呢绝对比我们目前预想的要早。应该说我们还是处在这个大爆发的这么一个前夜吧。那么从产业上来看呢，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低空经济的发展，包括这个 eVTOL 的发展呢，比国外其实更加有潜力。我们国家大概有70多家单位。eVTOL 的整机的研发单位，他们都在积极的推进 eVTOL 的适航取证，还有这个商业运营。那么，国家呢，其实对于低空经济的支持呢，也越来越大。这相关的这些法律法规啊，包括这些基础的这些配套的一些设施，比如说这些指挥的一些系统啊，包括维护保障的一些系统，也都越来越的完善。一些飞行的基础设施，比如像起降点，还有这个维护系统啊。还有这些指挥的这些系统吧，在各个城市也都在落地，所以我们从场景上来看呢，未来这个 eVTOL 呢应该会经历体验飞，就刚才说的在景区的这样的体验飞，再到通勤飞，然后再到你非常期待的这个日常飞。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会在一些景区或一些产业园，就是让大家逐渐的熟悉和接受这么一种这个飞行方式。那么接下来呢，随着这个基础设施的配套的完善呢，它可能会在城市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航线，或者说是城市间，然后进行一些通勤，可以解决这个交通拥堵的问题。医疗救援这块呢，也是属于专业的一个应用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这个飞行汽车，就像我们目前的打车一样的日子，很快就来。我相信，经过不用5到10年的时间吧，你所期待的这个飞行的救护车就能够真的落地。第一批用上的一定是你们生命至上。好的，非常期待，谢谢。在您坐下之前啊，普及一个知识，就您刚才说的，车辆一旦遇上救护车也好，消防车也好，在马路上行驶，有些人他不是不愿意让，他不知道怎么让。对的，确实是这样。您给大家就普及一下这个知识，怎么避让？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45度让行法。如果你在一个拥堵的路段，你发现你的身后出现了一辆正在执行任务的急救车，那么呢，左方的车辆就可以上左前45度斜行，对，右侧的车辆就可以上右前方45度斜行。利用有限的空间，只要有这么一点，大家默契一点，哎，你往右，他往左。你别两个都往左。对的，对的。就大家如果默契看到前面车都在动了，或者你动了，前面的车通过后视镜看见你动了，大家都跟着学，对的，马上一条生命的通道就会出现。对，另外就是还要提醒大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随意的去占用应急车道。对的，生命线。谢谢，也向咱们的医护工作者表达我们的敬意。谢谢夏老师，谢谢金老师。下一位。大老师、金老师，你们好，我是一名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工程师啊。然后我觉得现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也非常快。对。然后比如说智能驾驶，现在已经在一些城市能看到一些无安全员的无人驾驶网约车在试点。但现在我不知道您用上新能源车了吗？我用上了。就您用上智驾了吗？我这个只有在高速啊，然后就是一些适合路况下啊，是的。我今年过年就是回家，家里一个弟弟，
就是我们出去，我坐在他后边，他坐在驾驶座上，一路聊天聊得可开心了。快到的时候，他告诉我哥，刚才我一路自驾来的。我说你早说呀，我一身的汗吓得我，就因为我到现在为止还不太敢体验完全的自驾，就我老觉得还是自己操控，可能老觉得心里更有掌控感。对，但是未来就是可能这种智能自动。它一定会是主流。再比如说一些大模型、人工智能，然后我们曾经以为人工智能离我们也比较遥远，但是现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比如说文档工作、代码工作，都可以出现用 AI 来做的这样的事。所以我们普通人其实也比较担心，说有一天我们会不会被 AI 所取代。所以这里我想问一下金老师，如果说低空经济会是下一个风口，那我们普通的年轻人该做哪些准备，才能够更好的迎接这样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其实我们年轻人大可不必担忧，比如说会冲击我们的就业，这个其实也会催生新的赛道和新的机会。我觉得我们应该积极的拥抱低空经济，然后还是要保持学习的这个心态吧，要积极参与这个低空经济的建设。低空经济它的这个产业链的链条其实是非常长的，分为上游啊、中游啊、下游，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有大量的机会。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呢，可以根据自身的专长还有自身的爱好，在不同的这么一个环节呢，找到自己的这个定位。比如说这个产业链的上游吧，它主要就是低空经济的核心的这么一个技术环节，它这个环节呢需要大量的技术研发的人员，比如说就是您从事的那个行业，就是新能源车，包括我们的航空的这个混电系统，那么它当中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就是3电，就是电池、电机还有电控。那么它也是我们 eVTOL 的核心部件，那么它的这个研发呢，就需要涉及到大量的，比如说像电气工程、机械工程啊，包括计算机、包括自动化的相关的一些专业吧，而且相关的一些领域的一些缺口呢还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呢，如果对于低空经济产业链的上游感兴趣，可以在这些专业、这些领域发力，成为一名核心的这个研发的工程师。然后对于低空经济的这个产业链的中游呢，它主要就是这个产业配套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么它呢，主要包括比如说像这台这个 eVTOL 整机的这个研制啊，比如说像适航取证、飞行验证，还有就是维护保障等相关的一些环节吧。那么对于适航取证呢，其实是eVTOL 商业落地的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么它这个环节当中呢，它就需要大量的懂航空法规，同时还有非常专业的航空知识的这样的人员。然后对于智能的监管呐这一块的，那么它也需要呢，就是像大数据啊，就跟现在做这个智慧城市大脑，没错。未来如果低空经济的空中，那就更严格，不能撞车，对，那就更严格了。所以是的，所以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一块。那么它呢，也需要刚才说的，包括物联网。那么它一定要是在空中有序的。那我们地面如果啊，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发生，那么发生车祸其实也会酿成比较大的灾难。但是如果空中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智能化的这个管控，那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灾难。然后对于产业链的下游呢，其实它主要就是一些产业的服务和应用的这么一个环节，主要就包括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医疗急救啊、应急救援呐，然后空中物流啊，还有城市间的一些通勤这个等等。是我就开驾校。没错，对呀，驾驶员培训你肯定的呀，飞行驾照哪那么好考啊？那是的，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这个就是运营，然后管理，还有维护保障的系统。没错没错，刚才萨老师提的这个 eVTOL 的驾驶员，对吧？对。然后我们的这个调度员，对呀，包括我们开展的一些什么市场营销啊，什么一些相关的一些策划的，那么都是这个环节呢急需的一些人才。像刚才萨老师提的，就是说未来我相信应该是可能是必然的。这个你如果有一个 eVTOL 的飞行驾照，那么应该是找工作的一个利器。你跟现在我们每个人有驾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技能，是一样的。以后找工作你会什么？我会飞，这是了不起。对呀，我能飞，就这一个人说行，那多一个技能，而且这个技能它不这比开车那要难多了啊，那是。所以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真的很有可能在各个领域不同的点都能找到自己发力的
地方。所以，共同期待吧。来，我们最后还有一位。大老师你好，金老师你好，我是来自北航航空发动机研究院的博士研究生。您学弟啊？啊，对，你俩发型都很像。就是从入学以来的，就是这种以尹泽勇院士为这老一辈的航发人，他们的这个精神一直时刻的激励着我们。然后我的导师也经常跟我说，就是做研究不能关起门来自己玩，得去解决实际的工程问题。所以我刚刚看到您这个牵头研制的80千瓦的混动发动机被写入功勋林，这个兆瓦级的发动机也完成了地面的性能实验。作为同专业的学生，我真的是十分的羡慕崇拜您。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您希望完成的下一个目标会是什么呢？其实刚才这个学弟你提到了功勋林啊，精神丰碑。是的，这里边的每一块地砖呢，都镌刻着我们航空前辈做出的这些贡献，当然也是我们作为现在年轻一辈航发人当中的一些未来的期盼和期待吧，就是说我们更多的一个工作能够镌刻到这个里边来。2022年我们完成了一个80千瓦的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的首飞呢，其实当时确实也算是航空机混合电推进系统的这个从0到1的这个技术突破吧，所以当时所里还是比较认可我们的这个工作，我把我们那个也镌刻到这个上面去了。但是呢，它毕竟只是一个技术验证，它没有走到商业运营，应该说并没有为老百姓呢真真正正的创造这个价值，所以这也是我们团队的一点遗憾吧。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兆瓦级的这个混合动力系统研制出来了，那么我们的下一步期待呢，就是希望呢，这个兆瓦级的混合动力系统呢，那么能够成为我们国内首个投入商业运营的这么一个垂直起降飞行器的这么一型动力吧，真正的使我们的技术呢从实验室走向蓝天，从技术验证呢变成最终的产业落地。那么这个呢比单纯的技术突破呢更加值得高兴。我也期待呢，就是未来有一天吧，就是带着我们团队重新回到功勋林，然后指着地上新镌刻的这些成绩吧，对我们老一辈的航空老专家说，就是我们并没有辜负他们的这个期待。我们现在呢，在我们中国的低空经济的发展当中呢，也给出了我们这个答卷，为我们的电动的eVTOL提供了更加强劲的中国心吧。我突然想到一个科幻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如果你要走得更远，一定要留一些东西在后面。后来我就在想，其实留下的这些东西，它不一定是有形的，它可能是你曾经遇到过的很好的选择、很好的机会、旁人羡慕不已的一些东西。你在那一瞬间，你做了新的抉择，把他们留在了身后，所以你能走得更远。包括我们看待成功、看待失败，如果你拿着所有的奖杯，你会越来越沉，直到最后你走不动。你如果躺在成功上，你是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的。所有的成功一定是放在后面，成为后人的一个台阶，而你是带着失败往前走。就像我们那天记录下来的那一次。那些他们是留着的，而为什么这些成功留在后面，会刻在地砖上？我觉得很有寓意，因为地砖是用来让人踩的。他没有说我竖在墙上，立在塔上，放在高楼的顶端，没有，他铺在地上。一代一代的学子，后辈的科研人员是踩在它上面继续往前走，所以留下一些什么？留下一些可能会让你在瞬间心动的东西，留下一些可能会让你左右为难的东西，坚定内心的目标，我觉得这是真正影响成功的法宝。谢谢，再次感谢金老师带着他们的心血，带着他们不断前行的动力来到现场，带给我们这样一场精彩的开讲。那么最后结束之前，也请您带着您的同事们的心愿，为我们这一期的开讲的主题郑重地签上你们的名字，为飞行器铸造混动之星。5年之后，那时候我55，
该还可以考一个飞行驾照。咱们驾校见吧。再次感谢收看本期开讲，再见。感谢大家。